近期，美国国防部发布消息，证实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为外国用户的 F-35 战机加装减速伞。一向不用这一设计的美国为何要这么做？我军战机一向爱用减速伞，这真的是落后设计吗？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我国空军因为沿袭自苏俄的老传统，习惯用减速伞辅助降落战机，就连我国最先进的五代机歼20都有装备减速伞，这让许多网友感到不适应。作为全球顶尖的五代机，歼20竟然还用减速伞，真 low。 看看人家美国就不用。其实这些网友大错特错了。别看美国表面高大上的样子，其实背地里也用减速伞这种廉价技术，而其还专门拨款6200万美元，折合人民币4亿元，用于为外国用户的 F-35 战机加装减速伞系统。飞机降落地面后速度减小，会将减速伞抛弃，需要地勤人员手动回收叠好，再装填到飞机减速伞舱循环使用。所以这种看起来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，一点也不符合空军高技术兵种的身份。所以很多人还以为只有俄罗斯、我国还有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空军还在使用。其实美国和欧洲国家生产的一些机型照样设计使用减速伞，包括鼎鼎大名的 F-22 和 F-35， 只是不常用，当作安全备份，所以我们见得少，就以为美国不屑用。美国战斗机也不是完全不用减速伞，当然航母舰载机是不用的。美国偏爱用刹车，这也无可厚非，毕竟美国军费财大气粗，仅靠刹车片减速磨损很厉害，而且很贵。用减速伞唯一的不便就是地勤麻烦一点，要去收伞。伞脱离战机后，地勤检查、回收、清理都需要时间，这段时间跑道是不能用的，影响了战机起降。美军战机的刹车系统使用的是高科技刹车片，能够有效保证飞机在着陆过程中的减速，但是造价高昂。美军为了能够保证战机有高效的出动能力，减少地勤人员的工作量，才设计了这种高昂的刹车片。出于双保险，美军战机上还是会安装减速伞的，只是在遇到突发情况下才会使用。至于其他国家，并不是他们没有技术水平可以研发这种刹车片，而是因为成本太过高昂，实在是浪费。因此中俄以及欧美的部分国家宁愿使用这种便宜的减速伞。并不是说这些国家不在意飞机的出动频率，但是看在钱的份上，也就是辛苦地勤部队需要快速的更换减速伞来完成需求了。飞机着陆减速有多种方式，包括减速伞、减速板、刹车和发动机反推等。不是所有美军飞机都不用减速伞。减速伞是最简单、有效还便宜的减速装置，而且减速效果好。缺点是浪费一点时间，再就是占用一点飞机上的空间。大多数国家的军用飞机都配备有减速伞，美军飞机的某些出口型也装有减速伞。至于美军的飞机有些确实没有减速伞，那就主要靠尾钩加刹车来减速。这个尾钩可和舰载机的那个着舰钩不一样，没那么结实，主要是用来给陆基飞机缩短降落距离来用的，平时主要还是刹车片。这样对刹车片要求较高，而且需要频繁更换，所以成本较高。当然它节省了一些人工和时间，能提高飞机出动效率。民航客机等大型飞机主要靠发动机反推装置减速，效果远超减速伞，所以不需要再用减速伞。美国最先进战机 F-22 尽管没有减速伞，但是也有上面所提到的尾钩来实现应急或者短距降落。而我们的歼20也安装有先进轮刹机刹系统，只是平时不舍得用，因为每一个刹车盘的使用寿命只能循环使用2500次左右，就必须更换。更换一次的价格也十分昂贵。由于使用轮刹机刹维护的成本非常高，要频繁更换，需要的跑道还要足够长，以备出现刹车失灵时有缓冲。
所以使用减速伞更简单有效。我军也习惯使用减速伞。而美国的地勤人员配置的成本较高，所以他宁愿更换飞机零部件，不愿配置更多的地勤人员。美国的飞机又多，出动频繁，地勤人员真忙不过来。并不是用减速伞就不先进，平时训练用减速伞可节约飞行成本。对于轮刹、击刹的水平，我军和西方及美国的水平不相上下，原理是一样的，且基本都是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制造刹车盘。虽然使用减速伞有点繁琐，但我们的后勤保障工作到位，地勤人员充足。根据本国实际，使用减速伞简单可靠，飞机降落更加安全。